我是艺术人，也是建筑人汪博成。各位旅客你好，11點10分，開往總站627車次等下列車，這個列站，請旅客前往第一月台坐車，並且注意月台邊的空客，多謝。各位旅客好，4點10分。高中之前就開始學美術，應該說從小就開始學書法。現在的創作形式，也是一直被“活在山市”這4個字深深的影響。這幾個字再講得更簡單一點，就是呼吸，就是我們吐納的過程。很多人都认为说书写是很静态的事情，其实不是的，它是非常动态的，它甚至跟武术有点类似的。当你的尺度变成很大的时候，它跟武术其实没有什么差别，因为它都是在一种韵律、一种呼吸的状态里面去完成它。弱书道，它顾名思义就是弱化字，留下书写。我其实不是刻意的让它发生。我爸那时候生了重病嘛，我就写《金刚经》去，就是等于说一个祈祷。在这个书写的过程中，因为叠了11次，那叠了11层之后呢，它就变成了弱书道。有一种人他是会说，这哪是书法？这里面没有书法字啊！真正有学习书法过的人，他过来看的时候，他会说，他看到了我书写的过程，那个过程都是扎扎实实的被看到的，只是最后因为书写的堆叠而稍弱于无形，形成了老子说的那个无状之状。先系列呢，它基本上就是完全忠实的呈现“活在山市”这个语法。它的名字叫“出”，你可以发现它的第一笔到最后一笔都是一个圆，它每一笔都 follow 前一笔。这个就是笔笔相连。其实我的作品常常都是在实验的过程中产生出不同的系列，基本上它的语法是一致的。那唯一不同的是，我们可以感受到它在语气上的不同，就是风格上的不同。但是这个风格上的不同，其实它都是源自于同一个语法。这个语法就是将时间视觉化在空间里面。
书法跟书道的差别呢，书道它是比较进入到一个灵魂的层次，就是它会告诉你更多你学习的步骤之外的东西。当你学到的是道的时候，你会更注重的是那个平衡的关系。这个也是在我的创作里面比较常讨论，或者我更在意的东西。首先会看到一些，比如说动物的形象，那它里面有一些团块、色块，这些色块呢，其实都是书写了心经。在书写的过程中，它因为不断的堆叠，所以变成了有颜色的灵魂跟能量。三只鸭子其实你可以看得到类似吵架的过程，你可以当做它是三只鸭子啊，但是也可以当做就是一个人的状态。他可能是同时有快乐的时候，同时也有悲伤或者是愤怒的时候，那同时在跟自己对话，或者在同时在跟自己和解的一个过程。他这边不是说要贴膜？没有，因为李经理说要贴膜。他后来都自己做了。因为他2楼是居民意见嘛，2楼可能到时候他们出租，然后再重新研磨过。我平常白天的工作就是建筑，然后晚上是回到艺术工作。我的灵感全部在白天的那个很琐碎，然后很无聊，每天在 repeat 的那个建筑工作里面，那个循环里面。然后也有很多各种不同的关系的讨论，这些讨论里面会让我有很多的念头发生。在我回到了工作室的时候，我很自然而然就能够下笔。其实我最常讲就是练，就是不断的练，不断的练。只有这个不断的练，才能让你脱离那个技巧，进入到道的层次，进入到平衡的层次。我的创作它会某种程度跟禅有关，禅它就是我们的生活。我不做任何长远的计划，我只活在当下。把当下这件事情做好，它会影响到下面的每一步，它其实是非常生活化的。其实，在边界弱化这个个展，有一件作品叫《歇会》，有一匹马，它平躺在地上，然后我就发现说，其实马就跟人一样啊，它不可能一直在奔跑嘛。2楼可能到时候他们出租，然后再重新。我觉得让一匹马一直在奔跑太累了，所以我想让它歇会儿，就是因为我好像也没有真正休息过。真正的平静不是避开车马喧嚣，
而是在心中修离众居。他其实讲到了佛学的一个很重要的意涵，就是不是向外求，而是向内观。一个艺术家如果不是很孤苦，不是很痛苦，他没办法创作。某种程度我是认同的，你必须要很入世的去面对生活各种的苦痛，你真的面对生活的各种境，然后你却不被那个境影响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对我而言，艺术是什么？它就是一个觉知的过程，其实就是把这些很平凡的、每天都会遇到的很琐碎的事情，变成一种念头，然后变成是一个大众可以阅读、可以熟悉的一个东西。